在执行计划的时候，不要忘记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只有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才能够持续的完成你的目标。有些人做计划的时候，希望计划的非常详细，喜欢一切井井有条，照着计划走。但是如果在中间碰到挫折，或者是计划不如预期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失去执行的动力，而放弃了计划。另外也有些人比较是随遇而安，不喜欢把计划写得这么详细，有时候是跟着感觉走，有一个大方向就好。他们的优点是他们比较有弹性，可以随时适应突发状况，但是很有可能因为没有事先规划好，没有办法在时间内完成工作，或者是所有工作堆积到最后一天，来不及呈现最好的那一面，或是走到一半计划突然歪掉了，因为忘记原本的目标。前一阵子我接受非常木兰平台的采访，谈到30-40岁的时候面临到人生的低潮，然后有些忧郁症的倾向。为什么当初会这么忧郁，这么难走出来？在 MBTI 性格里面，我是有强烈 J 的倾向的，喜欢一切都规划好，能够控管外在的环境，所以很喜欢做很详细的规划。我年轻的时候是很喜欢做短中长期的计划，然后每一年、每个月、每一周到每一天希望做的事情，我都规划得很好。当事情顺利的时候，就会非常有成就感。但是开始创业以后，其实有太多无法预期的事情，没有预期到生小孩的时间，或者是生了小孩所要花在家庭上面的时间，没有预期到创业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成功，有很大的阻碍，或者是一些资金要周转，所以碰到状况都跟我的预期想象不一样的时候，就很快了沉浸在很挫折、很愤怒或者是很无力的感觉中。经历过这一段冲击之后，我慢慢的理解到做计划其实不能做得这么详细，我应该有不同的方式来规划我的人生，或者是拟定我的计划。所以今天在这里分享我领悟到拟定计划好的方式，以及所有的计划它必须要注意的事项。计划会失败的原因，除了执行力之外，很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没有跟你内在的价值观有任何的连接。当你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自己的核心价值，而是为了迎合也许是社会的标准，或者是其他人的期待的时候，中间碰到挫折的时候，很容易想要放弃，因为这个动力不是来自于内在。当你做的事情是为了迎合他人，迎合外在的期待，当外在的期待或者其他人改变了，你就丧失你执行这个目标的动力初衷。那另外一个计划会失败的原因是不实际的计划。我的减肥计划有的时候很夸张，一次说一个礼拜要瘦1到2公斤，然后事实证明我的身体是没有办法一次瘦这么快。可是每次在自己做计划的时候，就很想很积极的把这个公斤数拉高。那在做不实际的计划的时候，很容易就觉得气馁，因为一开始你就没有办法达到自己的想象。再来就是我一开始讲的，没有预留喘息或者弹性的空间，世事难预料。就像我们碰到了 COVID， 这是之前大家没有预期到的事情。金融风暴也是，在安排事情的时候，总是有一些无法控管的事情发生。那在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给自己预留 B 计划，或者是让自己喘息的空间，因为我们不是活在真空包装里面，我们一定会受到外在的影响，所以这个一定要把它安排在计划里面。再来一个就是你的目标是不是在执行过程中会发现它其实可能影响到你的人生比你想象的大。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希腊的这个古神话，叫做 Icarus 呢，他父亲给他了一对翅膀，翅膀是羽毛跟蜡所做成的。那他父亲叫他飞走的时候跟他讲说，你在飞的过程中不要靠海太近，也不要靠太阳太近，因为靠太阳太近的话翅膀会融化。但是他飞很高的时候呢，就越飞越开心，靠太阳越来越近，最后呢他的翅膀融化了，然后掉在海里就淹死了。这个故事的警惕就是说，我们朝向太阳这个目标在飞的时候，有时候还是要记得生活的平衡，跟你是不是为了这个目标牺牲了太多你事先没有想到的事情。这个就是 Icarus 说 Don't fly too close to the sun。所以一个好的计划应该要怎么开始呢？一个好的计划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首先，设定目标之前，设定你的计划之前，你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方向，你要往哪一个地方去。当你达到你的目标，你希望成功的图像是什么？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做 vision board。
Vision Board 就是把你想要的图像用剪贴的方式啊，或者是画出来放在墙头，每天可以提醒自己说，我要的成果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去一个方向，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比较详细的途径，但是这个途径如果不通的话，中间我们还是可以换另外一个途径。只要确定方向是正确的，也许 A 计划不成功， B 计划也可以成功。所以不能执着在这个计划的本身，而是要专注在你想要去的方向上面。再来就是说，往这个方向走，一定要用这样子的途径吗？还是有各种不同的途径可以走？这个也是我们事先可以思考的。那既然有这么多变数，为什么还要设定目标呢？因为只有设定目标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很清楚的途径，那我们才能控制那80%人生最起码有20% 的未知。如果连计划都不做的话，那这个未知就可能是100%了。所以计划还是有它的重要性。我自己很喜欢用的一个工具叫做 SMART。SMART 就是 Specific、Measurable、Attainable、Realistic 跟 Time-bound。那 S 代表的是 Specific 讲的就是准确、精准的。所以当我们已经确定要朝向一个目标了，那我们就要想说，我的目标是怎么样可以比较精准。比如说我想要减肥，那减肥我是要减几公斤，体脂肪是多少，腰围是多少。我写的越详细，我的图像越明确。因为如果我说我想要瘦一点，那这个一点每个人的见解都不一样。所以当你在讲一个目标，尤其是大家合作才能完成的目标的时候，明确度是更重要的。然后第二个是 measurable。当你设计目标完了以后，再来就是检核点。你如何检核你这个阶段的计划是成功或者是不成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1个月希望瘦多少公斤，那我可以去测量说，这段时间我设定的检核点我是不是有达到。如果没有达到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警惕，也许你的计划或者是你设计的方式是不正确的，是不是要重新检视你执行的方式是否是最好的。所以在一个计划的时候，你要设定几个可以测量的 measurable 的检核点，定期检讨说这个目标是不是往正确的方向走。再来 attainable 的意思是我是不是有足够的工具，我是不是有足够的资源去达到我这个目标。比如说我的目标是要盖一个房子，那我是不是有足够的钱、足够的砖块来去把这个房子盖好。如果没有的话，也只是空讲。所以 attainable 是要盘点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工具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如果不行的话，那你要做些什么可以拿到这些工具。 Realistic 是实际的，可以做得到的。我之前有学生在学英文的时候说他一天要背100个单词，那我就觉得这个计划其实是不实际的，因为真的很难得有人一天可以背100个单词。所以我会建议设计的目标是实际的，不是写下来好看的。一天就算只能背3个单词也好，就是这个是按照自己的能力做规划，这样子才不会过了2天就觉得很挫折，因为你一直都没有办法达到自己的检核点。那么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time bound， 就是你在设定目标的时候，你一定要把时间规划下来，要不然我们一辈子都可以只完成一个目标。研究显示说，有时间的压力其实是可以给人一些动力的，所以时间的限定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你的目标非常明确，已经很 smart 的时候，你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分解为可以执行的计划。但是很多人很会写计划啊，计划写的都非常非常的详细，也非常的棒。可是写好了这么多计划，要怎么样让自己开始执行，其实有的时候是蛮头痛的。因为大家会觉得说，那明天再开始好了，从明年1月1号再开始好了。有各种理由把目标往后推迟，就是晚一点再开始。那其实这个原因是我们可能对这个目标有很大的期待，比较完美主义的人希望说，我一切都就绪我才开始执行我的计划。那有些人是因为恐惧，就是发现说，如果执行下去不行的话，那怎么办？不管怎么样，其实万事起头难，所以在这里呢，就推荐大家用番茄钟的这个方式。台湾之前非常流行番茄钟这个工具，但是很多人知道了，可是没有用。那 Tina， 你为什么知道番茄钟没有用？我开始了好几次，但是每次都是草草的收场，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不太有办法详细的规划计划的人。
所以番茄钟好像是应该你要有一个计划之后再开始，但是我就不是这样的人了，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遵循它的规律来工作。番茄钟好处是它很快的就可以开始，但是如果把它想象的太复杂，反而是一个负担。番茄钟这个方式呢，其实是一个大学生，他每一次都临时抱佛脚，然后他在厨房找到了一个烤面包，不是有一个番茄的钟，那一次只能赚25分钟，他就给自己一个限制，说好，我25分钟坐在这边不停，我就先开始做。发现这个方式对他非常有用，因为他一旦投入工作以后，他就开始愿意继续做下去，因为他就突破了一开始那个恐惧或者那个完美主义给自己的压力。那我在这里只希望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说，当你实在是觉得事情你一直想要逃避，一直想要拖延的时候，就我什么都不想，我就是弄25分钟，坐在这里，我就先把头洗下去。因为常常我们在逃避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把它想得很困难，越逃避这个困难的点会在心中无限的放大，就越想去逃它。所以番茄钟其实是可以击破这个盲点，也许不用一开始照着计划走，就是开始投入工作，慢慢你在工作中找到兴趣，你就愿意再继续。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人生有很多无法预期的事情，谈恋爱啊，生小孩啊，经济风暴啊， COVID， 这些都是无法预期的。人生一定要能够给自己一些弹性。那我们英文说 give yourself some grace， 就是给自己一些缓冲的时间，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反而更难往前进。再来就是我很建议大家可以设定停损点，在一个目标执行的过程中，我知道我们常常跟小孩讲说你要坚持下去，你要坚持下去。可是有的时候，当一件事情屡试都不能够成功的时候，也许这件事情不是你应该要做的事情，或者在这个阶段不是你应该挑战的事情。我有听说一个高中生，父母很想要他做医生，所以第一次没考到医学院，第二次又考，第三次又考，花了好多的时间，终于考上医学院。那考上医学院以后，其实学习的过程中不是那么开心的。真正毕业之后，他并不是做他原本预期要做的医生。所以在这里讲的就是，当你在尝试一个目标，一直都没有办法成功的时候，也许是你的内心或潜意识告诉你说，这个目标其实不适合你，也许是老天爷在给你一些暗示，在这时候就设定停损点。这个时间内没有办法完成这个目标，是不是代表现在没有足够的工具，或者是没有足够的信念来做完这件事情？也许这时候是可以探索，是不是有其他的目标更适合你。再来就是很喜欢写计划的人，就像我这样的人，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盲点，就是因为执行计划写得很详细，有的时候会放弃探索其他的机会。虽然好像有听到更好的讯息，或者是有其他的机会，那我现在都不去看它，因为我要按照我的目标走，这样会丧失了很多更好的发展。记得保持这个弹性，不要为了完成一件事情而去完成它，随时把耳朵张开，接受各种不同的讯息，然后去评估它。完成一个计划，不要忘记初衷。短中长期计划，有的时候计划是很长的，那在中间真的会碰到很多挫折，就算是事先知道了，在碰到挫折跟失败的当下，其实心里是很难受的。如果忘记当初的初衷，真的很难走下去。在执行计划的时候，还是建议把这个图像放在床头前，不要忘记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只有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才能够持续的完成你的目标。我觉得人生还是要设计一些远大的目标，只要有那个目标，你就会比较有这样子的觉察。任何时候任何人讲到跟你的目标有相关的事情，就会特别注意听，特别注意到可用的资源，这个也是让自己进步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或者任何回馈，欢迎在下面给我留言哦。下次见，拜拜。